我们正式学习绘画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认知和眼力提高，要让自己对这个绘画作品有一定的这个鉴赏能力和分辨能力，不要让自己去看一些非常低级又庸俗的那种作品。通常那些作品呢，它可能画得很精细，然后感觉是很写实，但是它跟艺术性的一些绘画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你没有这个认知，你分辨不出来，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这种作品看多了，可能对你自己也有一个就不好的一个影响，它会导致你自己画画可能也落入到他们的那种比较低级又庸俗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一开始就要给自己一个高标准的定位，并不是说一个初学者我就应该从最简单最低级的学起。这对于画画，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认知。我们学习艺术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说学其上者得其中，学其中者得其下。所以，如果你前期学习，你就去吸收，然后去经常的去看一些比较低级的作品，那它对你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你可能就会把坏的当做好的，久而久之，它就会毁了你的这个眼力和鉴赏力。那一个高级趣味的人和一个低级趣味的人，那他们的这个作品可能都是一幅画，但是对于艺术而言，他们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落入到低级的这个范围。所以我的建议是，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绘画，那我们就不能让自己起步就定在这种低级、很庸俗的这种作品上面。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给自己一个高标准的一个定位，从高水平的作品开始学习，从高水平的这个作品里面吸取我们需要的这种营养。不要去一开始就去找一些那种很低级，然后非常简单，没有毫无这个艺术可言的这种画去临摹去学习。所以这个高标准我们怎么去找？就可能很多同学他会觉得，我去找那种很高标准的大师级的一些作品，它是不是难度很大？我是不是能学得会？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它对于绘画而言，就是简单的和这种水准的高低，它不是有绝对的这个关系的。就是有一些在网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非常简单，同时它的水准也是很低的，就好像是这种儿童画、简笔画一样，所以这种我们不能去学。那么像大师级的一些作品呢，它并不是说，呃，所有的大师的他的一些作品都是非常复杂、高难度、非常难以去学习、去临摹的这种作品。同样，其实大师的这个越是大师的作品，他可能就是越精炼，他就越概括，然后他表现力很强。因为你像大师，他也有他的这种创作初时期的一些手稿和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这种画幅的一些内容。那他这种呢，他虽然简单，但是他水准高啊。你们要把这个逻辑要理顺，就是有些人的这个简单，他确实既简单，然后水准又低，但是大师的他随手的几笔，他可能看似简单，但是他水准很高。那么我们一开始你就去学习这种简单一点，但是水准很高的，那你是不是能收获到更多，对吧？好，然后这个高标准定位是指几个方面，首先是眼力，我们只去看高水准的作品，来丰富自己一个正确的眼界，然后通过这种正向的慢慢积累，来提高自己的眼力。那我们如何去找高水准的作品呢？因为我们初学者眼力是不够的，不知道哪个是
真的好作品，哪个是不好的作品。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我们用历史让社会、让一些艺术权威来帮我们筛选。那我们就去找一些能留名历史，然后在历史艺术这个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这种大师级的一些画家作品。它是经过整个社会人文在这个领域里面经过大众的一个认可，所以这种公认的大师，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所以我们有精力就尽可能的多看一些大师级的作品，少看现在网上那些就是鱼龙混杂的一些画，就是随便一个人他可能都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画作分享到一些网络平台，甚至一些可能刚入手、刚开始学，画出来感觉还不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然后就赶紧往这个平台上一发。这种呢，当然他没错，他发出来没错，大家也都可以看。但是你如果还没到他那个水准，你再看他，你可能觉得，哎，他这个水准很高很好，但其实他没准他就是刚刚学习，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感觉，然后画出来的。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纯小白的，或者是比他这个学习的这个深度可能还更低一点的，你可能会觉得他这个比较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他那里面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你们看不出来，因为你可能还没有他学得多。然后还有一些根本就没有自己审美意识，只会对这个景物无脑式的一个照抄，可能有些画的比较写实，看似比较写实，但是完全没有这个主观的意识。你看多了这类作品，就会拉低自己的这个审美认知和对艺术的这种眼力，所以尽量少看这种网络上低审美作品。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学习的途径。希望你们学画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认知调整过来，不希望学员还停留在这种浅层次的对绘画的理解认知。绘画并不是越像越好，抠得越细致越好。有些画看似写实，但是你除了能感觉到他画的跟照片比较接近，然后很像，但是他毫无这个绘画情趣，也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就是说，你看，可能一个作者，然后10个作者，他们有些可能都是千篇一律，画的都是一样的，就毫无自己的这种特点特色。那他们呢，就只是画了个形而已，一是没有精神，二是没有自己的这个表达语言，都是一样的，都是趋同的。就那么多人画，可能都是趋同，只有形没有神，那就是一个空皮囊。那这类可能顶多能算得上是工艺品，我觉得是谈不上是艺术性的一些创作，也没有一个他个人的这种情绪感受。如果我们看梵高的作品，如果你用心的去看，你会很强烈的感受到梵高的一种情绪，就是感受到他热烈的那种状态。那有些作品画的比梵高的精细很多，像照片一样，但是你一眼过去，就是像照片，然后很难对这个作者的情绪上有一个感受，就你找不到这个精神上的一些触动，这个是艺术绘画里面最致命的一个东西，就只画了一个形，好像就是一张图放在那儿，跟一个照片一样，没有什么自己的创造性的艺术情绪的表达。当然，也不是说讲所有的
写实作品都不好，只是给大家讲这种意识。写实的也同样有很多，很高级的一些作品。主要还是希望大家懂得去分辨、选择，不要去中一些不该有的毒。所以我讲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是通过这种对有正确的途径去了解一些伟大的艺术大家他们的一些作品，去学习去研究。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网络上没有好的作品啊，而是我们初学者他不能分辨好坏，并且现在这个就在当代吧，很难有当代的画家能超越就是以往的历史上的一些艺术大师。就是绘画的，就这个绘画艺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在当代是没落的。所以总结一句，我们呢向历代大师看齐，然后去追随大师的脚步，才会少走弯路。虽然我们需要一些创新，但是在你没有这个水平之前，就只向大师看齐，这个是没有错的。有了这个大的方向，我们总结一句，就是绘画启蒙的第一口奶很重要。你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去选择这种简单很低级的作品学习，就是因为它简单，而是我们要吃好第一口奶，从高水准的简单作品开始学习，多看大师级的作品。就是前面讲的，就是大师他也会有一些，就是从这种操作上，从这个绘画这种内容上出来的是很简单，就没有特别复杂，但是他的水准很高，他的表现力很强。那种我们很一样的，他的内容不多，我们也照样能给他临摹的话也能画得出来。但在这个吸收的这个过程中，你吸收的是一个高水准的一个能力，一个绘画能力。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大师，然后了解一些大师的风格和画家的故事背景，要知道画家的一个性格，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作品。所以以上这些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绘画的方向性上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有一个目标，然后不要只停留在一种纯小白，就是越是小白，我们越要知道看到最远处的一个正确的目标方向。